哇哦！阿米洛3边机械键盘，键盘艺术家阿米洛。所有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前段时间我们开始聊独立游戏，获得了不少好评。独立游戏评委感受分享那期，更是可见大家对独立游戏的热情啊，比我想象中的更高。但那期视频啊，我有个游戏没有聊到，那就是《部落与弯刀》。这个游戏呢也有参选今年的独立游戏大赛啊，而且也获得了很多评委的青迷啊青睐哈。前几天呢，这次大赛的入围名单已经出来了，《部落与弯刀》也不负众望的获得了多项提名。我那期也说过了啊，不管有没有得奖，只要有提名，那就是获得了非常高的肯定。那为什么那些视频没有聊呢？那主要是《部落与弯刀》啊，我在参加评委前就已经玩了啊，本来就打算单拎出来做一期视频，而且作为一个发售了快1年的游戏呢，也不好和那些还没有公布的游戏放在一起。那当然，虽然《部落与弯刀》已经发售了一段时间了，但现在依旧在 EA 阶段，未来还有很多进化的空间。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在工作摸鱼期间啊玩了很长时间。有人说它像国产大漠版的《骑马与凯撒》，连名字的格式都很像啊，但我反而不这么觉得。这款游戏的精髓明明是后宫嘛。这游戏的背景很独特啊，借鉴了中国的西域大漠，融合了蒙古、敦煌、匈奴、波斯等西域风情，一经曝光就吸引了不少眼球。毕竟我们实在是对武侠、仙侠过于腻味了，在中国做独立游戏，敢选择这么非主流的西域风格，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和进步。一进游戏呢，我就被这灵魂画风的开场给镇住了。现在独立游戏都流行这样的画风吗？立马我就对他的美术不抱希望了。但是突然闪过了一个好像有点东西的读取界面，一下子又撑起了我的信心。此生第一次嫌弃 SSD 硬盘速度太快啊，至今我都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东西那么晃眼，哈哈。有趣的是，它还可以捏人，只不过实现的方式是非常笨的2D 素材替换。笨归笨但我并不反感，游戏开发嘛，在有限的资源里用笨的方法尽可能的实现差不多的体验是很好的决策。那作为一个铁骨铮铮的8尺男儿，我的原则是游戏角色能用男性就尽量用妹子。很可惜我早期玩的画面没录下来，因此接下来各位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团队小伙伴录的特别是这个角色，还能好好一起工作吗？来，各位帮我把一点都不像打在公屏上。这款独立游戏的画面表现力虽不至于精美，但也不像奇坎初期那样看瞎了眼。角色 3D 建模简单却写意，2D 绘制的场景和建筑虽略显平淡，但也把大漠孤烟直的荒凉给表达了出来。而在这个风尘仆仆的大漠里，总能无意间遇到几朵美丽的沙漠之花，加上晃人的读取界面，还有捏人时还算好看的女性，看来并不是没有好的美术而是真的只把资源用在了刀刃上因此在游玩的时候呢，总会在画面还行，不行，还是太潦草了，这都画了什么呀？这个好看我喜欢这之间来回横跳，体验非常跌宕起伏。游戏的玩法是在铺开的大地图上自由旅行，一边探索一边完成各种任务，还可以一边乱采路边的野花等等，我是说真的采路边的野花，你们以为我在说什么？有属于主角的主线，有游戏不同周末的主线，有妹子伙伴的任务男角色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谁在乎呢，对吧？还有各式各样随机任务不会没事干，战斗时会加载进区域的地图变成暗黑的玩法，角色的技能种类丰富，并且整个游戏拥有10多种的职业和技能方向，有弓箭放你风筝流的，有刀剑砍砍乐的，有大法师移动炮台的看上去都非常传统 RPG。
直到队伍加入了第一队士兵啊，原来是可以招募士兵一起上战场的，难怪说有点奇坎啊。在一个很暗黑、拥有丰富技能的战斗系统下，却可以带大量的士兵和同样人多势众的敌人群殴。虽然两个系统都并不创新，但是却很少有这样搭配的。而且不管伙伴还是士兵，都有自己的各种技能。撸啊撸10个人团战一起放技能，我就看眼花了。我很怀疑这么多人团战一起丢技能是否看得清楚。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确实看不清楚。双方100多个人同时放技能，基本是我是谁我在哪，反正一顿乱丢。只要控制好己方整体兵力比敌人强，就算自己不出手一样也能赢。果真多人打仗就是不用管那么多，使劲输出就好啊。不过游戏仍然有很多时候需要几个主要伙伴，甚至主角一个人单打独斗，因此角色的培养和熟悉战斗还是不能马虎的。10多个职业都有着不同的战斗体验，比如初期推荐的法爷、心灵巫师，成长后就是个毁天毁地的角儿，只要有个人在前面顶住，几个大魔法就能伤敌1000，所以他是官方推荐的新人角色。而且他的剧情是爱妻离世，但妻子的妹妹美若天仙的小姨子却跟着主角出生入死，时不时还吃点小醋这发展制作组很懂嘛。游戏的战斗系统比较开放，首先可以用各种方法学习到其他职业的技能树，比如冰火风3个系的巫术，加上捏人时可选择的传承技能，鼓励玩家自由搭配技能。而游戏对武器更是没有限制手握大剑一样可以使出弓箭的技能，加上 CD 之间没有公用 CD， 所以理论上来说，学习的主动技能越多，能轮流放的招式越多，战斗力就越强。而能限制这么做的就是20级上限让点数不够，但多周目每增加1级难度就能增加5级上限，直到40级。当然，如果对技能足够熟悉，20级也能配出魔法近战远程通吃的强力角色。游戏里的兵种非常丰富，不同地区招募不同的类型，而且也有着庞大的升级数，带着一帮平民百姓升级到高级骑兵、弓箭大师等等，成就感很强。打败仗一夜回到解放前更爽。更有些兵种充满了奇幻色彩，比如荒原狼小队，最后能升级成巨狼王，还有女巫、树人、雪怪、银狼、人马等等乱七八糟的。如果关闭了真实模式，后期甚至能够招募巨龙、女武神、恶魔这些超强兵种。虽然类型完全不一样，但是带着这些奇幻的种族打仗的感觉，让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最爱的魔法门之英雄无敌。小时候总觉得英雄无敌里用数字代表兵力数量，用回合下棋的方式来战斗不够大气。奇坎算是有点感觉，但不够奇幻。这下部落与弯刀算是圆了我带领超强奇幻生物打仗的心愿了。对了，埋个坑，想听我聊英雄无敌的，给我狂点赞投币3连啊！那做任务、走剧情、召集一大堆士兵、扫荡路上的各种强盗，是游戏最接近 RPG 的传统玩法。但是这个世界既然自由，那能做的当然不止如此。特朗普说过，钱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在大漠和新部落交易之前，要先交许可费哪怕是我并不是要卖货赚钱，而是想买东西，也要先交钱。那老板跟我说，你想要花钱就得先交钱，不交钱就不许花钱不是。我花了钱不就等于交钱了吗？不让我花钱，我怎么交钱呢？我交了钱就没钱花钱了？不行，你交了钱我才知道你能花钱，你不交钱我不相信你能花钱。不是，我要花钱不就是能花钱吗？你不让我花钱，怎么证明我能花钱呢？你能花钱不证明你能交钱，你交了钱才能证明你能花钱。交钱是交钱，花钱是花钱，花钱不等于交钱，交钱不等于花钱。行，我们中原人跟不上大漠人的脑回路，我交还不行吗？在交了花钱费后，我们终于也可以在这个部落赚钱了。所以跑商赚钱也是游戏的玩法之一。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游戏过一段时间就会通知帮帮大爷吧，某某产品滞销啦。这个时候去抄底转卖，能够大赚一笔。当然路上也有商人，向他们打听最近商品的信息，然后再抢劫他们，也是深造7级浮屠啊。相比战斗系统的混乱，游戏的商业体系倒显得完善，价格不会过于动态跑来跑去反而亏了成本，也不至于过于简单瞬间积累财富。琢磨好商路后，跑起上来我津津有味，能玩上一整天，也让我想起了大航海时代的乐趣。但很可惜也就一整天。首先对跑商来说，整个游戏的地图还不够大。其次在游戏里，钱虽然重要，
但钱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大航海里有钱就能买坚船利炮，循环提升战斗力，但部落与弯刀里招募的部队是有限的，部队的升级要靠打仗，那钱再多也无法有效的提升部队的实力。希望后续版本能够让纯商人也有提高战斗力的手段啊。当然，带了这么多兵力只是打打流氓，揍下印度阿三也挺没意思的。毕竟地图上有那么多城市和阵营，在各个城市里左右逢源是处世之道。加入某个阵营为其卖命，能更好的生存，但直接向某阵营宣战，甚至攻打城市，建立自己的王国，一统大漠，才是大丈夫之胸怀。那一旦攻下一个城市，玩家就能建立势力开始了类似经营模拟加策略的玩法。城市里可以布置和升级各种建筑物，要管理人口、囤积粮食、采集木材、铁矿等等，还要建立商队、布防驻军、准备兵马等等。可以把军权交给后宫交给伙伴，让他们自己带兵，甚至管辖一个城市。确实玩出了泰格励志传和奇坎的感觉我觉得这方面比单纯的带兵跑剧情要更有意思。那主线剧情后期应该主动给玩家一个城，而不是等玩家自己强大后去夺取。那还好，现在这个版本开局可以选择领主，一开始就拥有了城市，提早体验智力更深的乐趣那最后，和很多这种开放又自由的游戏一样，海量的 MOD 也是游戏乐趣的一环。现在 Steam 的工坊里已经有了400多个 MOD，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敢想的不敢想的都有。其中更不乏让官方都汗颜的高品质大型 MOD， 比如增加了大量玩法的传承世界，以及增加了大量玩法的恋爱与弯刀、部落与少女等等。那为什么还是 EA 版我们就做视频呢？因为以后游戏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参见微软旗下的 B 社曾经的老滚。那国内游戏开发商做西域背景的本来就少见，这就足够让我竖起大拇指。而一来就挑战骑马与砍杀这样融合开放世界、角色扮演、经营模拟、策略战术等多个品类的游戏，就更是难上加难虽然奇坎在国内并不缺乏模仿品，比如什么刀锋铁骑、虎狼骑等网游，但都只是模仿了奇坎的战斗模式，而奇坎真正的魅力、完整且自由的世界却并没有学下来，导致这些游戏成绩很可笑。这里面既有对产品认知上的偏误，也有技术上的缺乏。奇坎虽然初期只有2夫妻开发，但这2夫妻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神而且火了之后呢，很快就加入了一批强人协助。那即便这样，第一代仍然优化了那么多年。我们没有这从零搭建起来的技术力，要一下子复制一个奇坎级别的游戏，天方夜谭。但反而是部落与弯刀的汉家松鼠工作室让我看到了另一种思路。游戏的乐趣是内核和机制的设计，并不是表皮上的技术。如果技术上做不到，资金不允许，那能不能用最传统的设计、最简单的表现力去实现同样的机制设计呢？宫本武藏说，游戏开发岂是如此不变之事，所以当然是可以的。没有强大的建模团队，也没有奇坎夫妇初期的长时间投入，那回归古老用2D 画面行不行？当然行。技术不足，连奇坎那么矬的捏人都做不出来，那用最传统的2D 立绘拼贴行不行？当然行。动画不强，做不出奇坎那碰撞严谨的战斗动作，那用最简单的俯视角加特效的 ARPG 战斗行不行？当然行。抽身出来看，部落与弯刀的很多解决方案都并不高端，甚至显得有点笨。但问题是，这些都不影响游戏核心的机制，这些都不影响游戏的好玩。结果就是他们做出了一款有奇坎、泰格等游戏的影子，也有自己特色、有自己风味的游戏。虽然技术力上并不显得高大上，但奇坎一开始不也难登大雅之堂吗？能做出来，系统完善，并让广大玩家觉得好玩，并活下来，就有未来成长的可能。这难道不比那些手握了强大的开发能力，但只学到了奇坎的毛皮，就急着做成网游坑钱的大厂更值得我们尊敬吗？部落与弯刀和之前提到的那么多高品质的独立游戏，才是我们独立游戏应该有的样子，才是我们的游戏应该脚踏实地走的路。11月14、15号上海 WePlay， 让我们看看入围了3个奖项的部落与弯刀能否有所斩获吧。
聊了好多期老游戏啊，好久没有最后总结购买驱动力了，搞得我一直没有机会吟唱我们的淘宝店铺咒语哈。Gameker 攻壳商城某宝搜索店铺 Gameker 就能找到了，大量高品质官方正版的游戏周边，大量精品的游戏设定集，正在热销的游戏结束任天堂全球征服史和死亡搁浅中文解析设定集，都是玩家必不可少的读物啊！买完了还能在评论区里调戏聂胖，是这样的吗？哎，反正快来 Gameker 的官方淘宝店帮我们筹集一些游戏开发的资金吧。好，魔法已经成功释放了。那《部落与弯刀》首先是国内小团队的独立游戏，其次现在还在 EA 阶段，所以不能用3A 大作去衡量它。但基本上奇坎所展现的内容和系统，它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还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比如更有情节的主线，不仅10多个角色每个都有特别的剧情，每个伙伴呢也都有剧情，甚至还有多结局。那1周目和2周目的剧情呢也会有不同，也更注重角色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战斗方式呢更偏非写实的 ARPG 兵种也更加魔幻，这些都让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模仿，所以自然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一致好评，算是今年国内独立游戏的一匹小黑马吧。那如果你是喜欢自由发展、能够自己来试的玩家或者喜欢奇坎的玩家，那应该能让你沉迷一段时间。还有喜欢折腾 MOD 的玩家说不定也能找到奇怪的乐趣哦。但如果是喜欢强剧情强渲染、强故事的，不喜欢太高学习成本的、太复杂系统的玩家，追求精致体验的玩家，那这个游戏可能就不是你的菜了。OK，Gameker 同在，我是聂俊，接下来我们国庆会放假回来再继续聊最新的大作。